公迁去秘鲁，不走寻常路。Hola， 大家好，我是 J， 我是 KK。对于我们这种不会西班牙语又很难在秘鲁找到工作的普通人来说，也能申请秘鲁的工作签证吗？今天就来一起研究如何没有秘鲁雇主也能合法申请工作签证的方法吧。Vamos。想要透过申请工作签证的方式移民秘鲁，对于不懂西班牙语的普通人来说，你确定这不是在拍不可能的任务吗？我可不是阿汤哥啦，飞天遁地不是我的菜。不过研究一下如何在秘鲁无中生有一个雇主，还能拿出真实有效的工作合约，这我倒是还可以。看来这里面暗藏玄机啊！不如我们先来看看秘鲁官方网站对于工作签证有什么基本要求吧。没问题，根据官方网站上的资料，主要有几个点。首先，申请人需要提供聘用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宣誓声明。再来，聘用公司必须是秘鲁公证登记处有效且实际营运的注册公司。如果是受雇劳工，需要提供经过主管部门批准至少1年的劳动合约。如果是自雇人士，则要提供服务合约，上面注明期限等于或大于1年。等等，你刚说什么？自雇人士？难道在秘鲁申请工作签证真的可以走自雇人士通道吗？这听起来有点像左手牵右手耶。你形容的太到位了，的确有点像左手牵右手。但是没有那么简单，关键是要让这只左手变成一个真正在秘鲁合法运作的实体，这才能顺利完成签约啊。那你的意思是，难道要在秘鲁开一家公司吗？聪明，这就是不走寻常路的精粹所在。等一下，我不是来移民秘鲁的吗？怎么变成要当老板呢？这会不会成本很高很麻烦呢？别担心，这个方法也可以很灵活。在现行法律里，并没有说一定要开个大公司才行，小而美的企业也可以哦。至于如何维持运作和相关费用，在后面会详细聊聊。那就是办个小作坊也可以，这就合理多啦。不如这个公司叫鲁拉拉吧。不错的名字啊，下面就继续用鲁拉拉这个名字。要注意重点是在于要在秘鲁正式注册鲁拉拉作为一家公司，而你要作为鲁拉拉的创办人，自然就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啊。这家新公司就能够合法的聘用你本人作为员工了，是不是逻辑很清晰？既然如此，那自然就要签合约咯。没错，这份工作合约就是向秘鲁移民局申请工作者居留身份的合法依据，这下清楚明白了吧？今天真是学到了很多东西，原来这个世界上居然存在这种自己雇自己还能办理移民的好事情，简直是打破了我对工作签证的想象啊！这个方法有官方资料作为依据，并且逻辑清晰，经得起考验。你觉得这样的移民方式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说说你的想法哦。现在概念是有了，但对于在秘鲁人生地不熟又不懂西班牙语的普通人，要无中生有一家公司在办签证，感觉是在拍不可能的任务一样啊。别紧张，把整个流程拆解成几个阶段，就会发现它比想象中要更容易。真的吗？那第一步是什么呢？首先，当然是要在秘鲁注册你自己的公司，这最好是人直接飞到秘鲁来办理，然后需要准备一些开公司的必要条件，例如选定公司类型、经营业务，还有制定法定代表人，也就是你自己了，然后去公共登记处去完成注册。光听这些词语就头大了，公司类型、法定代表什么的，这方面我毫无经验啊。如果能找个人帮忙，那该多好啊！没错，如果不熟悉当地情况，最好是请专业律师协助，他们可以处理所有文件翻译、审核，并引导你完成公司注册的每一个步骤。你会发现，有了他们帮助，整个过程会顺畅很多。那开公司要很多钱吗？
这应该是很多人最关心的问题耶。根据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光是成立公司的律师费和手续费大概落在$700左右。当然了，不同律师的服务费也会有所不同，这个只是预估的数字。不过通常来说，这个预算应该够创建公司，甚至办理2个人的自雇合约了。所以就不用担心一开始就要投入大笔资金来建立公司，只需要花费$700就能完成注册程序，这很可以耶。那建立公司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通常来说，1个月至几个月就可以完成注册。那如果持有秘鲁旅游签证入境来办理，够不够时间呢？秘鲁的旅游签证最长可以停留183天，足足有半年之久诶，所以只要把握好时间，应该是没问题了。这样下来，整个流程概念就清晰多了。相关资料可以放在影片说明栏，方便大家查看，这点值得按赞吧。那么在公司成立后，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了，签署一份真实有效的工作合约。这份合约会由鲁拉拉公司，就是你开办的公司，聘请你本人。如果你有配偶或者合作伙伴，也可以一起纳入哦。所以我既是老板又是员工咯，那这份合约的内容有什么要注意的呢？这份合约期限至少要1年，因为这是工作签证的基本要求之一，还要确保它符合秘鲁的劳动法规，这些都非常关键。有了这份合约，就可以向秘鲁移民局递交工作者居留身份的申请。这部分的签证申请费大概是每人$200左右。那合约也搞定了，要去哪里递交申请呢？只要透过国家移民总局的数位平台就能申请。这里有个要注意的地方，申请必须亲自办理，不接受委托代理人哦。所以申请人一定要在秘鲁境内啊。那么准备好必要的文件，就是护照、无犯罪记录证明、工作合约这些后，外国文件记得还要翻译成西班牙文，并且海牙认证，这样就可以到网上申请咯。整个处理时间要多久呢？通常来说，秘鲁移民局会在30个工作天内将申请结果发送到你的电子邮箱，递交申请后就耐心等待好消息吧。一旦工作者居留获批，是不是就表示可以在秘鲁合法居住生活，从此高枕无忧呢？这个签证一般都是1年有效期，但可以申请延期。那续签有什么潜规则吗？难道只是简单交个钱？没有潜规则了，但有明规则。你需要名副其实的工作，这意味着鲁拉拉公司必须保持正常运营，并且每月按时报税缴税哦，这样移民局才会相信你的公司是玩真的。哇，这个很重要，但要一直续签也不是办法吧？我可不想每年都跑一次移民局，到底要住多长时间才能申请真永久居留呢？根据目前规定，只要连续持有合法的居留身份3年，并且每年在秘鲁境内居住至少183天，就有资格申请永久居留了。那意思就是这3年期间，鲁拉拉公司就要一直维持，不能是那种开2个月就关掉的皮包公司吧？肯定啊，你需要证明公司的确是合法经营，有一定程度的收入进入公司，能够支付员工，也就是你自己的工资了，并且必须为收入交税。要运营一盘生意本来就不容易，尤其是对于移民人士来说，难度堪称5颗星啊！有没有一些可以让事情变得简单一点的方法呢？这个嘛，有钱就好办事嘛。难道要送礼意思一下？不会了，只要聘请一位当地的会计师负责处理这一切，事情就会变得简单多了。会计师听起来好贵耶，会不会让移民成本飙高了？这些费用通常每月几十美元吧，所以如果是要维持3年，直到获得永久居留，大概也就是1-2千美元左右。跟某些国家动辄几十万美元的投资经营移民相比，是不是 CP 值超高呢？这样算下来真的可以耶，感觉是个既合法又可行，还算是低成本的移民方式。原来这种既要又要还要的事情，在秘鲁是真实存在的。
没错，虽然过程看起来有点复杂，需要投入时间和耐心，但对于没有当地雇主，又不懂西班牙语，又想在秘鲁开启新生活的朋友来说，这真的是值得考虑的移民新思路哦。秘鲁的移民方式真的有很多有弹性的地方，充满惊喜。如果想了解更多秘鲁的移民资讯，继续来看看这支影片吧。还有记得按赞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啦。这个频道的发展有赖大家的支持，感谢你看到最后，我们下支影片再见，超超。拜拜。